韩宝，你怎么换穿衣风格了？我什么衣服都有，你想要什么风格我就什么风格。我想要女装，我想要 JK。赶紧切割一下。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你 JK 的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户外体验视频。今天的主角是小米14和小米15，使用的都是他们的官方壳。讲你话。使用的都是他们的官方壳。小米14的电池是多少？小米14是4610的电池，小米15是你自己说吧。小米15是5400的电池。我们两台手机都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系统。小米14这个澎湃2已经更新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把它拿出来了。对，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的澎湃2它们的续航以及它们的实际表现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视频相关的条件以及流程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今天的气温是1到16度啊，温差还是很大的。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测试吧，先去吃个早饭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就播放自己的 B 站视频，然后都是用的4K 60帧，加上开启弹幕。我们当当开关弱自动亮度，可以发现小米15好像亮一点。那我们手动把小米14拉高一下吧。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坐那边啊？分居了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贴了？它已经是别人的了。那是谁的？是谁的大家都知道。那我怎么知道？反正我不知道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已经看了20分钟的视频了。现在小米15还有97%的电，小米14就剩95%了。我感觉小米14应该在4小时25分钟，好吧？真的假的？上一次是5小时5分钟哎。好了，我们每个人都预测一下。4小时40分钟。那我就4个半小时好吧，在你们中间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均衡模式5v5王者荣耀，然后他们的画质是120帧加超清加自立最高，去给它拉到最满了。韩宝，你怎么换穿衣风格了？我什么衣服都有，你想要什么风格我就什么风格。我想要女装，我想要 JK。赶紧切割一下。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你 JK 的样子。你们俩坐一起了。这把游戏打了17分钟，两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两台手机都打开了它们自带的游戏加速，把什么画面质量都调到了最高，然后还用的是均衡模式。再来一把看看怎么样。我突然发现你有一颗内置哎，一直都有。一直都有吗？为什么我才发现啊？难怪我跟你不熟。我们在一张床上都睡了这么久，你才发现。你怎么老是想着拉我下水啊？什么叫拉你下水？你是水鬼是吧？这是事实，好吧？什么事实？老师什么时候跟你睡过一张床？在很久以前。在上辈子是吧？现在我们第2把王者也打完了，2把加起来是27分钟。第2把两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网络情况。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啊！现在两台手机都是联通的5G 网络，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，点都有导出啊，左边的小米15会稍微快一点。OK， 它已经开始发了。哦，发其实都挺快的，耶！小米14先发完了，后发但是先发完了。OK， 后来居上。现在两张卡还都是联通的5G 网络，我们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，点两个的速度其实差不太多吧？哟，小米14怎么20多了？完了呀！你被我拉开了。这两台手机我们都是开了专业原色加真彩显示的，可以看到小米14的屏幕是会稍微显得红一点的。感觉他们两台手机的峰值速度都没有很高啊。OK， 差不多吧，差了2-3秒的样子。又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刷抖音环节啊！我们现在在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在上网，我们开刷。耶，同时卡了呀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差也差不多。你看，哇，要卡一起卡，都有那个加载的问题啊，就稳定性都略差。我们现在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用电信卡上网，两台手机都是电信的5G 啊，来，一模一样。你看，都是想在这里刷不动。如出一辙吧，你看，我们都没有开启那个智能双卡的功能啊，都会出现这个卡的问题。行了。现在是上午的11点27，我们目前已经使用了1小时11分钟的手机了。小米15现在还有85%的电。小米14只剩78%了。7开 OK， 看来这个4小时都有点悬了。据说小米的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呢，不会记录在桌面的使用时间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在桌面的停留时间是很短的，所以不会特别影响，误差也不多啊。接下来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中午他吃甜品的地方走吧。然后过程中呢，我们会使用美团
来看一看他要吃中午我们吃什么。明明是你想吃甜品，好吧，不要带上我。导航让我们往北边走呀，我们这还是向西吧。硬要来是吧？这都是我们的传统哦。现在小米15的定位是对的，但是14没有变啊。那我就稍微再往前走一点吧。哎，今天怎么变成你是旺夫牙了呀？叫目送儿子上学。哎，对了，对了啊，定位对了是吧？就差一点点。现在两台手机的路线都已经改变了，它让我们原地返回啊，那我们还是坚持向西走，看看它会不会给我们规划一条新的路线。往前走了40-50米，两台手机都已经给我们规划了新的路线了，但是响应速度呢是小米15要略快一点。现在在这个阳光比较直射的情况下，是小米15的屏幕会稍微比小米14亮一点点吧，但是两个都看得清啊。导航让我们往右边走，我们又不小心走错了，又往西走了。待会看一下他们的路线更改情况。什么不小心？他明明就是故意的。我的小米14终于扳回一城了，刚刚过了这马路，它的实时位置就是对的了。小米15显示我在路中间啊。还没求证。对了，就直接闪了一下。怎么说啊？汗流浃背了啊，被我抓包了。我们发现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们出户外的那天，小米14和小米15设的最后的地铁口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2号，一个是3号。所以视频的后半段是有一点错误的，我们就不放给大家看了。但是之前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。对不起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只要对不起就可以了吗？就下次抽奖的时候，好吧，我自掏腰包给大家抽1000块钱的奖品，抽1000块钱，还是大家想看他穿 JK？ 大家选吧，好吧。到这里的都是 OK 的啊，但是我们那天也确实发现了。最后那个目的地是有一点区别的啊，所以后面的那个部分就不给大家放了。他们的导航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啊，在之前的那一节都是会有一点互相领先吧。怎么跟你没关系啦？对不起。我们总共导航了快29分钟，现在已经快到目的地了。然后现在小米15还有75%的电，小米14只剩64%了。我们今天的强度还没有上一次 iQOO Neo 10的高呢。对，我们打王者是少了10几分钟，导航还少了5分钟。我现在赶紧去吃甜品吧。你这么想吃啊？我迫不及待想看他吃了。我们的神印王座被占了，没想到有人跟我们有一样的癖好。不会你们也站了3个人吧？为什么又出来了？刚刚出来的人以为是那个神印王座的占领者，要不我们先去下面吧。我在想，刚刚那个里面会不会是火云邪神呢？太抽象了吧。小米14刚刚已经开入飞行模式2次了，但是它的电信信号怎么没了呀？很奇怪，好吧。 15都有的呀，而且都是4G。那我们用微信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3、2、1，走。小米15有一个很快的放大啊，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这个速度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4-5米啊，还是微信，3、2、1，走。哦，小米14，哇，很快放大了啊！我以为他们扫出来了，结果他们扫到东西了啊，那还是都扫不出来啊。那往前挪吧，你今天别放屁了啊！哦，小米15很快就扫出来了，哇哦！来吧，走吧。这不和终端机表现差不多吗？哦，离那个位置没有很远了。你看小米15在这儿呢，差2米。现在是这个很暗的地方，用微信1米，3、2、1，走。啊，都很快扫到了啊，小米15还是会略快一点点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是3米的样子啊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都没有反应，而且都没有放大。来，往前挪吧。啊，哎，小米14先扫出来了。哦，这有半米多了。两极反转了。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概率性问题。你刚刚在那边骂他垃圾。在经典位置看鬼影之前呢，看一下他们的指纹位置啊。超声波就是在这里，短焦就在这里。小米15这边的话，可以看到一条浅浅的。小米14也是有一条浅浅的，在这个位置。小米14的这个灯里面呢，是可以看到分层的啊。小米15的这个分层呢就没了，那条线就看不太清了。如果还有人怎么办？还有人就灯撵出来怎么办？这么暴力吗？让他使假断呗。谁被撵出来了？我们被撵出来了。谁被夹断了？把你夹断。哎，暗号。干什么嘛？很慢号啊！你别弱智吧？两台手机全都是4G 网络，先用联通打个电话。我点。你看小米14现在屏幕亮度又显得高一点了。啊，都很快就通了。OK， 我们再发3个表情，3、2、1，点。小米15要稍微加载一下。对，刷微博吧。
是谁？阮经天，周楚除三害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15就是慢一点。这15怎么回事啊？14还刷出来了，你先分上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用的小米15，这14马上不就我用了吗？换一下，换一下。每次你们都觉得换位置有那个就这么10厘米，真的是。看谁先刷出来吧。完了，小米14不还是出来了吗？刷位置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呢？我在帮他找借口呢。不需要，弱者不需要借口，弱就是我好吧？这厕所它联动就是不行。抖音好像都有点刷不动哎。再往底下刷，哦，小米15先出来了，出来1点。哦，小米15，哎，刷抖音好一点，你看。点赞失败。朋友们，已经第2次了呀！这个我们切到电信卡，这个小米14很慢的，刚切过来的。来吧，那打个电话试一下吧。而且它是连左边这2个图标也没有，它就是单纯的上面只有一个卡的信号了。对，而且现在小米15的亮度真的比小米14高好多啊！啊，都通了 ，OK。发消息，直接3个表情。啊，都挺快的 ，OK。微博刷新，3、2、1，走。小米14快一点。怎么内容都一样？你这个抖音是什么？什么？他的抖音。哦，我是我的抖音。这是你的。哦，小米14终于有了。小米15要感觉快一点，再往底下刷吧。啊，你看，小米15还是多一些啊。好奇怪呀，这个14就是微博快一点，然后抖音就慢了。好，再往底下多刷几个。我觉得14好像比15好一些。对，电信卡的话，抖音是小米14会稍好一点啊，但2台都能刷出来。那厕所里面联通信号来看的话，小米14是略好于小米15一点的。电信信号的话，小米14是比小米15好很多的。只是小米14在切换这个网络的时候会比较慢啊。对，我们要等很久。我们现在微信视频通话一下，然后美颜都是没有开的，看一下他们的前置情况。这个小米15啊。就跟本人一样，那不可能，跟本人完全不一样，好吧？我皮肤真的还可以，就是黑眼圈比较重，但是小米14这边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真实一点啊，因为我本人是比较白的啊。那我先开一下美颜吧，你先别开啊。啊，开完这个美颜之后倒是，它怎么感觉还是有那种就有渣呀？对，底不好，脸上好多渣呀。我也开一下美颜。哦，你这个开完美颜之后就显得人更光滑了。更真实了，更不要脸了，好吧？哎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小米15是有这个微信视频的通话降噪的，但是小米14这边是没有的啊。那我们现在把美颜关掉，看一下后置吧。啊，为什么小米15的这个灯箱上面是过曝的呀？你看，你再往上一点点，你看它这个地方是过曝的。然后小米14这边是可以拍到细节的，它就是没有在那边测光啊。你看，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小米15的屏幕比小米14要亮很多啊。哎，偷亮度居然还这么差呢？硬件限制，什么叫偷亮度？我最多只能这么亮了。什么最多只能这么亮了？你看，最多只能这么亮了，几乎拉满了是吧？几乎拉满了。你看2个亮度拉差不多了。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2台手机路上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就在阳光下刷5分钟微博吧，看看他们俩亮度表现怎么样。OK，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5分钟的刷微博啊。可以看到小米15这边是一台白色的手机，所以它这个边上呢是一个白色的边框。小米14呢是个黑色的，所以它显得边框要粗一点，可能它边框本来也要粗一点啊。小米15是联通的5G， 小米14是联通的5G。我们现在开始刷微博，怎么？微博又这样了呢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亮度是小米14这边好像显得要高一点啊。哎，刚说完怎么小米15的亮度好像就比它高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亮度啊，亮度2者都是拉的比较高的，我们现在把它全部拉满 ，OK， 全部拉满之后是小米15还是亮一点啊？我现在刷起来的感觉就是小米14这边感觉。同样的这个力度啊，刷一下它好像加载东西要多一点。现在刷了大概1分钟的样子吧，感觉小米14跟小米15的屏幕亮度差不太多了。2台手机都是他们官方的那一张贴膜啊，我们都没有撕掉的。虽然现在是阳光直射，但是现在只有12度哦。现在已经刷了大概3分半钟了，感觉2台手机没有什么区别了，就是一直是这么个亮度，感觉小米14好像是要微微领先一点点的那种感觉。好的，现在刷了大概5分钟了，现在小米14的亮度会比小米15稍低一点点，所以它坚持了有5分钟。而且小米15一直都是5G， 小米14一直都是5G 啊，也没有降网啊。2台手机的亮度现在都是这个，小米15会稍微亮一点，可以看到啊。所以其实小米15是要更坚挺一点的，它可以持续的亮度更久。小米15没什么温度啊，咱播一下14。怎么说啊？摸了这么久，正面、背面、侧面都差不多。OK， 来先录视频啊，2台都是4K 60帧。
小米15呢是没有那个 HDR 选项的，然后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啊。这个小米14呢是把 HDR 关掉才能有 4K 60帧啊，都是默认的防抖。我们来拍一个，来阳光小宝，太阳在1点钟方向，大家明白了啊？拍2分钟，4K 60帧，慢慢走。小米15的这个屏幕感觉要亮很多呀。好，现在慢慢的转。我从这个取景框上看的话啊，感觉是小米14会更接近现在的真实一点。感觉小米15这个人可能是有 HDR 吗？还是什么？感觉这个人的锐化怎么这么严重啊？他脸上多了好多不存在的细节啊！哦，这个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小米14要真实一点的，非常的明显啊！好，再跑一转。从这个画面上看，确实是小米14要稍微精准一点颜色。小米15感觉有点发蓝呐，好蓝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那个天空啊，也可能是这个取景框的问题啊。现在我们来拍一下照片啊，先拍我们的温暖小宝大师人像，我喜欢啊。来看一下这个人像，只有2个，都是默认的。那我小米15就拍一个23和75吧。那我们现在还是往这一片拍一拍啊，每个焦段都用一下，都用的是徕卡生动，并且把 AI 打开啊。哦，小米14这个 AI 还是非常的蓝呐，这个取景框上啊，介于这个 AI 很蓝啊，我们再不用 AI， 把 AI 关掉再拍一组啊，徕卡生动依旧是，其实就算把这个 AI 关掉了，它其实也还是比现实生活当中要蓝很多的，至少从这个取景框上看是这样的。其实无论开不开 AI， 这2台手机的蓝色啊，都是要比现实生活当中要蓝很多的。刚刚我不是说它蓝嘛，其实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徕卡生动。接下来我就用徕卡经典来拍啊，不开 AI， 还是拍这个天空吧。今天这个近处还是稍微有一点薄雾的啊，徕卡经典还是比徕卡生动要好很多嘞，没那么蓝了，比较偏写实吧。那我们现在再往远处的长沙音乐厅看一下他们的长焦表现怎么样啊？小米14是3.2倍75毫米，它是裁切的嘛，其实硬件好像是差不多的啊。我们就从3.2倍开始拍，还是徕卡经典不开 AI， 我怎么感觉5倍就开始有点糊了呀？好的，小米14在20倍的时候就已经提示我开启 AI 了啊，再拍到60吧，它最多也就60了。哎呦 ，AI 补出来感觉还可以嘞。小米15它原生是60毫米啊，他们在20倍的时候都会开启那个防抖增稳和 AI 啊。我只能说长焦确实是小米14、小米15的弱势啊。拍一下这个叶子，终于找了一个还没有秃的叶子啊，比较黄了，它现在颜色是比较黄的了啊。又找了一个绿叶，再用它的1倍和长焦拍一下啊，是不是有点过亮了呀 ？HDR 都是开的呀，这个高光感觉不压呀，显得有点白。也有可能是它的徕卡经典的策略吧。哎，小米14这个曝光明显要正常一点啊，怎么感觉小米15那么奇怪啊？剪了片叶子，最后呢就用它的长焦微距来拍一照啊，看一下这2台的长焦微距怎么样。我整体用下来就感觉小米15它的亮度啊，在徕卡经典不加 AI 这个模式下，是会比小米14要高一点的。我是可能更喜欢小米14的这个色彩一点啊，显得相对来说真实一点。可能成片不是这样啊。我们在这里拍了2分钟4K 60帧的视频，然后拍了3张照片。现在是中午的1点24分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2小时27分钟的手机了。现在小米15还有55%的电，小米14只剩42%了。哇，它真的不会连4个小时都撑不过吧？那我们现在就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，途中会进入南葫芦隧道，重点关注一下他们的隧道里的导航表现怎么样。现在换手机了，好暗啊！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，左边是小米15，右边是小米14，我们都已经拆装过自动亮度了。现在2台手机亮度是差不多的，它们都有3D 赤道级导航，按理来说直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我们就先看看吧。看着我们一直在主路上面行驶，现在进入到辅道了，可以看到他们俩都没有主动切换呢。我们现在都手动切换到辅道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汇入到主路了。哎，他们俩还在辅道上。我们在湘江中路上行驶了5-6公里啊，2台手机除了主辅路切换有些问题，其他表现都挺好的。等下就要进入到隧道了，现在右拐就要进入到隧道了。好的，2台手机拐弯表现也差不多。
什么？小米15这是什么啊？他怎么跑桥上去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天塌了！什么呀？小米14现在是正确的。完了呀！你的小米15，用这小米15它有福了，直接拉中了。这小米15和小米 Mix Flip 一样，直接上天了。哦，但它现在又重新转化到隧道里了，我的天呐！然后在隧道里面，目前亮度是小米15要亮一点啊。哦，现在两台手机的进度有点逐渐拉开了。我感觉他们俩进度好像都有一点点慢呢，都滞后了一点。小米14应该是正慢，现在两台手机进度又差不多了。哦，我们准备要进入到左侧岔路口了。他们现在两台手机进度差不多，已经进来了，已经进到左侧岔路口了。两台手机慢了一点点。好的，正在准备汇入到主路，我们已经在主路上了。两台手机反应都比较灵敏。那我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。他来了，他含着棒棒糖走来了，好帅嘞！今天怎么这么飘逸啊？刚我们在车上导航了27分钟，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在直路上呢，两台手机没有太大的问题吧，就是他们的主路辅路的切换呢，还是有一点不太灵敏。然后进入到隧道之后，小米15是一开始没有识别到，它开到上面去了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它才反应过来。在过弯道的时候，两台手机呢都有一点点的滞后，但是他们后来都修正了。在进左侧岔路的时候，两台手机还是比较精准的，包括后面的路段定位也很准确。你来报电量。我来报电量。我们现在用了多久了？2小时56分钟。小米15还剩50%的电量。我操，小米14，这是一本，你拿出一本的素质。小米14只剩35%的电量了。那我只能说，这个电池的提升和这个能效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去干嘛呢？赶紧吃饭吧，2点啦。刚刚韩宝把衣服脱了之后，现在就是情侣装了。你看牛仔裤啊，哎，他把衣服脱掉了。生活就是2人2狗。OK， 我们也来到吃饭的地方了。我们先打一把金铲铲。小米14是有120帧的哦，但是小米15呢，它还没有适配。我们用均衡模式打一把金铲铲。虽然小米14可以开120，但是它至真画质也开不了，都不如天玑那些机型适配好。你这是高手行为吗？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不是高手啊。你哪里不是高手？你一直说自己是高手。我不是金铲铲高手。每天就是在这里看攻略，真的是。为什么不能看啊？那打的菜就得看啊，不会有人打的菜不愿意谁吃吗？学院派啊！点我是吧？我们的饭已经上了一些了啊。这个是芝士鸡腿饭，20块钱。你不是已经吃过饭了吗？哎呀，他把我放着了，我就帮韩宝再吃一份。你就吃吧。你确定啊？你才吃了1口，你是狗？可以再点。那不行，你不能再点，自己出钱点。这就是我们点的所有的东西啦，113块钱呐，感觉还可以啊。他们现在游戏还没有结束，我现在速拍啊，1倍拍全部。但是呢，今天用他们的长焦来拍单张啊，我用那个2倍了。店里的灯是有点灰暗的啊。讲真的，这2台手机呢，看美食这个环节又有点好笑，但是又看不出什么区别。至少从取景框来看，我觉得小米14好看一点吧。哎，干什么啊？我还没吃的，你们就开始吃了。狗才偷吃，你不是不吃了吗？我光明正大哦。观众说我该不该吃？大家看一下这个饭的量，就知道谁打的比较认真了啊！你看，这边已经吃完了，你再看他，几乎没动。高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，是吧？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你刚刚吃的肉肠，你不是只吃了蔬菜，我吃了1块啊。你还吃了鳕鱼排。那是你要求我吃的。我要求你吃的是吧？我按着你头吃的对吗？我塞在你喉咙里面去的。这把金铲铲我们打了35分钟，吃饭期间呢，我们还拍了点照片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10分钟的 B 站直播，因为我们上午已经看过20分钟的 B 站视频了。那其实这个强度就是比上一次你有10的要低了，而且金铲铲也没有120帧啊，而且王者打的时间也更少。我们刚刚看了10分钟 B 站原画直播，今天一共用了3小时48分钟的手机了。小米15还剩37%的电，小米14还有16%，怎么办？提前下单没？走吧走吧，喝点吧。来扫一个共享单车的2维码，用支付宝啊，我送。哦，小米15明显要快一些啊！来到书玉店门口了，再用支付宝扫到2维码，我送。差不多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熟悉商业槽了，但是呢，今天因为店里人比较多，我们做了一个跟我们以往相对来说不太一样的位置。小米15是4G，但小米14显示的是5G，又是4G 了。你看它是4、5G 的乱飘。
感觉不太妙，好吧？微信1分钟的视频发送，啊，都是要导出的，都是要导的。速度小米15稍快一点点。那处理器毕竟好一点嘛。完了5G 还是先发了，它5G 稳住了。你看14还是在慢慢发的，15，哟，不能说知道吧？下课上了要追不上了，我开了。上午的时候是14稍快的，14是那种后发，但是先发完。15大概慢个5-6秒。还是用他们的默认浏览器啊，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。小米15呢就一直是稳定的4G 啊，像小米14呢就会4、5G 跳，它现在是5G，我点。2G 翻转了。小米15这个4G 有4点几兆，14也上来了，它也切到4G，它切到4G 也快了。我觉得小米15稳了，开了。但是小米在这里这个4、5G 乱跳，它就是会那个网速忽高忽低，它5G 速度也上不去啊，上来了，开啊，说话，小米15就一直稳在这个4G 来。对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调度问题啊，那确实还是有一些升级的。OK。小米15已经下完了，但是小米14还有60%吧。在拥挤的店里面，他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近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打王者荣耀，还是5v5，开启性能模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米14只有11%的电了啊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它打到死，估计一把呢打长一点，它也就没油了。虽然是他拿过来的，不是他买的，是我们请的。不用强调好吧？要强调。现在我们已经打了9分钟了，期间呢，小米15红了2次，滑了2-3次吧。有一次红是红了大概5到10秒，还有一次很短暂的。小米15黄了能有3-4次，但是也挺短暂的。你快点说。红了能有2-3次。你快点说。你要没电了。我1%，他刚跟我说马上进入极限续航模式了。打多久？就不到10分钟啊。4小时11分钟。12分钟。我们再把桌面的时间给它算上去，也就加10分钟，4小时20。看到了没有？与此同时呢，小米15还剩29%的电。关机了。我比你多30%的电也太夸张了吧？还可以打王者吗？打不了吧？太快了，继续打。可以打吗？我继续。可以。好，局限续航模式里面添加一个王者。但是你还要重新登进去，还要重连。王者难道还能撑10分钟吗？很难吧？我现在用的是极限续航模式里面的王者荣耀，然后它帧率是48，反正就60以下吧，40也经常40左右来回跳，然后网络也是黄色的。你刚刚进这个差不多用了2分钟了，等我再给你减2分钟，看你最后能到多少。我想小米14这个续航放到现在真用不了，就必须得带个充电宝。我觉得可能天气热一点对它的续航可能有帮助，不像网上说天气热续航会差嘛。我觉得天气热它续航可能会好啊，因为天气热它又降亮度、降功耗吧，它又处理器降频、掉帧，它又降功耗吧，所以它续航反而可能还会久一点吧。但是就体验巨差。对，就是一个体验差，续航好；一个冬天体验好，续航差。我猜的。但是今天现在是15度来，对于手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舒服的这么个温度啊。小米14现在已经要关机啦，这把游戏打了快16分钟，小米14要暴毙了。那么小米14今天最后的使用时间是4小时14分钟。就算它4小时15吧，然后它现在已经没了啊。大概就是4小时25分钟的样子吧，算桌面的那个时间，很给面子了。很给面子了。我们之前测小米都不给大家加桌面的时间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稍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总结，我们就不进行轨迹了，因为之前已经做过了。待会见。朋友们，久违的3人感情的总结啊，久违的3人行啊。好了，那就先由我小米14来总结一下吧。今天它的续航时间是4小时15分钟，就算算上误差吧，感觉比之前应该也少了至少半个小时的。我们猜测是因为它更新了这个澎湃 2.0 啊，对吧？它的动画今天使用下来是比之前要更加流畅的，使用体验更好。等它变强了，相应的呢，它续航呢也会有一定的下降啊。所以变强了也等于变弱了。说到表现呢，其实小米14对比15其实是没什么落于下风的吧，甚至有些地方还更好。然后像拍照的话呢，据大师所说啊，是14的这个影调更为好一点，是吧？不是，就是感觉小米14从屏幕上看，感觉要更真实一点，而且也好看一点，我觉得。它还体现在那个微信视频通话上，它的前置跟后置的表现都是比小米15要好的。还有就是极限信号方面，在那个信号非常上的厕所，不管是联通卡还是电信卡，都是小米14表现更好。那15好在哪里呢？续航好就够了，好吧？你那没电了，我还剩27%的电呢。这个确实好。我感觉我直接吊打它。它剩27%的电呢，跟我们之前它测到死5小时50分钟，感觉也大差不差吧。因为我们在这个数据朝鲜草之后，它其实会有1个小时左右是负载比较低的啊。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它的亮度表现让我十分满意，既积极又激进。
只要光一来，它就会迅速提高。续航还好。就我看着非常的爽，而且我用的感觉也比较流畅。就这台手机，除了它的车载导航那一块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我个人感觉小米15还是比较值得升级的啊。一方面，它这个手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你像小米14带了之后，它后面还有2个弧，那个小米15就显得更加轻薄。其次呢，又上了个超声波，我感觉这个14跟13就差不多，但是15这一代提升是比较大的。大家想入手小米的这个小屏的话，还是优先选择15会比较好。而且补充一下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负载其实是要比上一期要低很多的嘞。是的，因为上一次我们是120G 的进产站，耗了很多的电，而且王者还比之前多20多分钟。所以今天这个表现大家见仁见智吧，好吧，还是更推荐小米15。也算是观看了整个下半场，好吧，第一次。然后又一次参与到这个总结里面，看完下来呢，我也觉得这个小米15啊，它现在16+512第三方的价格大概是4400块钱左右，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入的，值得升级，好吧，因为它续航真的好了很多，然后手感也好了不少。这个小米14呢，按它现在这个续航来看，它就和年初测小米13的成绩是差不多的啊。所以这个澎湃2.0，所以这个澎湃2.0就是像大师说的，变强了也变弱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，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好挤，下班。好挤。几点呢？4点就下班了。哎。